嗨，我是Sharon，今天要分享的是上班族必存的手摇懒人包。会想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其实自己本身很少喝饮料，通常都是同事或是朋友揪的时候我才赶快上网查，相信应该不是只有我这样吧，所以就整理了将近30家饮料店的菜单跟必喝品项。因为台湾的手摇品牌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按照年代这样子顺着整理下来，然后在整理的时候也复习了一下台湾手摇史，还有近期越来越多人重视企业社会责任，所以有争议的事件我会一并整理进来。好啦，准备开始，赶快把负责揪团的同仁也拉来一起看影片吧。首先第一代泡沫红茶店，我还没有出生，那个时候呢是将热茶倒入雪克杯，加入冰块摇制而成，因为会产生泡沫，所以叫做泡沫红茶。不过那个时候都还是以内用的复合式茶饮为主，当时呢就有春水堂跟翰林茶坊就争相说他们是发明珍奶的人，不过他们经过了缠讼10年之后呢，法官最终认定珍珠奶茶就是新型的饮品，它是没有专利的，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调制，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才可以散播得这么快。好了，那我们平常喝的饮料是怎么来的呢？这都要感谢在1985年的时候叶一方先生发明了封口机，才掀起了外带的风潮。当时手摇的3大巨头大家还记得吗？快可力、魁可力跟休闲小站。休闲小站我还有一点点印象啦，不过现在在台湾已经很难找到这些店家了，所以懒人包呢会以接下来的第2代手摇为主，都是至今仍在台湾拥有一席之地的品牌。第2代手摇饮除了奠定了外带为基础的手摇饮的商业模式之外呢，还有标准化的作业流程，让品牌可以快速扩张，并且确立了让外国人很慌张的甜度冰块调整服务。第一家清新福泉，最早是1987年在台南的清新冷饮站，不过那个时候也是泡沫红茶、泡沫绿茶，后来建立品牌清新福泉，就是他们把乌龙绿茶发扬光大的。再来，南部人的回忆，茶之魔手。看到它很便宜，我自己以为它是香精类的饮料，后来才知道它是台湾唯一拥有自己的茶园跟制茶厂的企业哦。接着五十岚这个名称的由来呢，是创办人看见日本姓氏五十岚，觉得很好听，然后就当做品牌名称了。他们一开始也只有1间店，然后是因为人潮实在太多了，无法负荷，所以过了几年就创立了标准店。然后1998年的时候就加盟各地分区管理。宜兰花莲传说中是有一些爱情纠纷才没有分店的，但这个就不知道是不是都市传说了。再来 Coco， 大家都以为它已经没落了，其实没有，它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，是全台湾最多分店的手摇饮。再来第2代最后一间老赖茶站，听名字我一直以为它是茶叶起家的，结果它是水果行转型的哦。再来第3代精致化，这一代的品牌呢开始注重健康以及视觉体验，除了各家开始强调茶叶产地之外，像米克夏也开始强调自家牧场的鲜乳以及无添加无色素的珍珠，或是大院子 Mr. Wish 加入了新鲜水果入茶，甚至还有像康拜他们会开始自主的食安检验。视觉体验的部分，比如像珍煮丹加入了黑糖，就会产生深浅的咖啡色渐层，或是像可不可它的包装就开始会常常跟一些插画家联名等等。你要进来吗？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珍珠丹以前每个月都可以领取1杯黑糖水，叫做金钩杯，但是男女都可以领。不过现在好像改成捐10元了，经期来，尤其冬天的时候是救赎欸。不觉得 Bobby 的颜色也很像黑糖融进珍奶的样子吗？除了健康跟视觉化的部分，像麻古就在口感上做创新，他们自称是果粒茶的创始，葡萄波波之类的。还有品牌开始有各自不同的商业模式，如春水堂就为了外带创了茶汤会，然后贡茶就完全是以国外为主，它现在已经完全不是台湾的了，已经总部设在纽约，然后是韩国有最多的门市，所以通常问韩国人手摇饮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贡茶。台湾只剩8间分店。
以为第3代就结束了吗？没有，还有第4代。复古跟创新的时代，第一间大名，我后来查资料才发现，它其实算是第1代那个年代创立的，只是那时候不红。它是在近期因为酪梨奶盖爆红的，所以我就还是把它分类在第4代。但它的茶也是强调是100%的台湾茶。再来乌弄，它是取乌龙茶的谐音，它也是坚持100%使用台湾茶，甚至获得了国际评鉴的肯定。我会把它放在第4代，是因为它的饮品很特别。它最有名的是杏仁冻冬片仔，不敢吃杏仁，但我就觉得还蛮用心的，把台湾传统饮品融入到手摇的文化当中。接着排队排得要命的8曜喝茶，它很好喝，不过大部分的手摇饮都很好喝啊，就它排队而已，就很神秘。不过我觉得它很棒的是，它有无咖啡因的茶，对我这个下午喝茶或喝咖啡就会睡不着的人，真的是一大福音。加上我自己很喜欢柑橘或柚香之类的饮品，所以它最红的柚香觉醒就蛮吸引我的。只是我每一次去，我都要重新查过它的那个编号代表什么意义，它真的必须被放在懒人包里面，不然我每次查那个数字我就查到头晕了。再来是我个人很爱的一沐日，它是最台的手摇饮，所以会愿意介绍给外国的朋友。很多创新的茶就是偶尔喝觉得很特别，但我觉得它虽然创新，但也很耐喝，而且它也有无咖啡因的荞麦奶茶，加上有很多争议的事件，它不会跟风，就是品牌理念我很喜欢，然后品相又很好喝，大推一沐日。你要下来了吗？我手也好酸哦。再来是芋头控很爱的清源，它是把芋圆改成珍珠的大小，不要以为只是大小改变而已，它还要考量芋圆的口感，也要 QQ 的，然后不能随着时间变硬哦。再来其实是我最近逛成品才知道的先喝到，它是古典玫瑰原创的手摇品牌。最早古典玫瑰园是把英式下午茶带进台湾，所以它的特色饮品也是英式水果茶等等的。再来龟记，懂台语的应该知道它就是果实的谐音嘛，可想而知它的特色饮品都是跟水果相关。刚好说到我个人很爱柚子系列，然后我也很喜欢苹果，所以我蛮爱它的红柚翡翠跟苹果红旋。突然想到，如果是要点水果系列的话，建议都至少1分糖以上，不然就会有一点苦涩味。接着万波岛屿红茶，我会知道这个品牌是因为那个时候很红的杨枝甘露，然后最近查资料才发现啊，可米小子，这名字也太怀念了吧！现在小朋友还知道可米小子吗？再来是谐音梗的喝茶咯，喝茶咯，是红茶专卖店。我每次都想说，我每次都要喝喝看不同的品项，结果我永远不记得我上次点了什么，好像每个品项都各有拥护者。德政，我查不到他们的创办故事，然后他们的负责人也一直都在换。总之呢，它主打就是3种乌龙：春乌龙、青乌龙跟贝乌龙。一般的手摇饮品项都越出越复杂，它反而就是很干净简洁。最后第5代，它其实是第4代的延伸，被我分出来了。因为我觉得这一代是以网红的 IP 为主，因为这个年代网红就开始要变现嘛，或者是企业如果他想要创办的话，会找一个网红或者是艺人来代言，或是挂名等等的。那目前还算稳定的，就是再睡5分钟跟梧桐号，有这么多艺人跟网红创饮料，我觉得他们能维持到现在是很不容易啦。还有一出现就爆红的 UG， 它是找告五人代言的，它的背后其实是创办歇脚亭的联发集团。现在各家都要导入 AI 嘛，然后他们也是门市店员只要扫 QR code， 那饮料就会自动调好，算是标准化的进化版，这样子才不会不同门市或是不同店员调出来的味道不一样。终于分
分享完了，老样子仅供参考，因为大家推荐的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挑几个重复率比较高的，不然我又还是选择障碍。如果你有其他推荐必喝的，或者是你是店员，然后你有推荐隐藏点法的话，都欢迎分享给大家知道咯。如果你喜欢我整理的资讯，记得按赞分享，让我还有演算法知道，不然我都想说大家会不会拿了资料就走了。也别忘记订阅，才不会错过其他实用的懒人包哦。